现采选用无骨的牛奶棉以及2.5毫米的钩针。首先锁边起针，第一步钩织鞋底的部分。起针完成之后，编织17个辫子针。17针结束，我们返回倒数第3针，在锁针的背面挑里衫的一根线，在这里钩织一个长针，钩针绕线，穿过里衫，将线带出，然后2根线并一针，引拔2次。接着在同一个位置再编织2个长针。开始的3个长针完成之后，在接下来的锁针上按顺序编织13个长针。第13针结束，在第一个锁针上增加6针，一共钩织7个长针。7针结束，转到另外一侧，对应前面的针数，再编织13个长针。第13针结束，我们在最后一针上编织3个长针，加上开始的3个长针，在同一个位置，一共钩织6个长针。最后在第一个长针上编织一个引拔针。第2圈首先锁2针作为起立针，在第一个针目上增加1针，钩织2个长针。在第2针和第3针上同样的编织2个长针。在开始的3个针目上增加3针，一共钩织6个长针。后面按顺序编织，对应中间的13针，同样钩织13个长针。第13针结束，在转角的7个针目上各增加1针，一共钩织14个长针。14针结束，转到另外一侧，后面再按顺序编织13个长针。第13针结束，在剩余的3个针目上各增加1针，一共钩织6个长针。6针结束，在第一个长针上编织一个引拔针。第3圈首先锁1针，在第一个针目上编织一个短针，在第2个针目上增加1针，钩织2个短针，在第3个针目上编织一个短针，在第4个针目上钩织2个短针，在第5个针目上编织一个短针，在第6个针目上钩织2个短针，在开始的6个针目上增加3针，每隔1针增加1针，一共钩织9个短针。后面按顺序编织，在接下来的针目上再钩织5个短针。5针结束，在后面的针目上编织4个中长针。4针结束，后面再按顺序编织4个长针。第4针结束，在转角的14个针目上增加7针，每隔1针增加1针，一共钩织21个长针。第21针结束，后半部分再按顺序编织4个长针。在接下来的4个针目上各编织一个中长针。
在后面的5个针目上各编织一个短针。在剩余的6个针目上增加3针，每隔1针增加1针，一共钩织9个短针。9针结束，在第1个短针上编织一个引拔针，最后断线，将线段隐藏到织物内。我们利用相同的方法钩织2个织片，利用热熔胶将织片中间粘合固定，并将边缘拼接起来。首先在脚后跟中间的位置重新起线，在靠近我们这一侧的织片上挑整个针目，在另外一个织片上挑前半针的一根线，将线勾出。第2针同样挑整个针目以及前半针的一根线，编织一个引拔针。第3针继续挑整个针目以及前半针的一根线，编织一个引拔针。后面重复操作，对应每一个针目各编织一个引拔针，一共钩织64个引拔针。边缘的引拔针完成之后，我们将线剪断，然后在第1个针目上做一个无痕衔接。首先将线段穿过第1针的整个针目，然后将线穿过最后1针的后半针。这里形成的辫子针相当于第65个针目，最后将线隐藏到织物内。鞋底的部分完成之后，接下来我们钩织鞋筒的部分。首先在脚后跟找到中轴线对应的位置，在左右两侧分别空出14个针目，在右侧的第1个针目上挑里侧的一根线，在这里重新起线，将线带出，然后编织17个辫子针。17针结束，返回倒数第2针，挑里衫的一根线，按顺序编织16个短针。第16针结束，在鞋底的第2个针目上编织一个引拔针。第2排首先锁1针，翻转织物，跳过起立针和引拔针，在第1个短针上开始编织，挑后半针的一根线，按顺序钩织15个短针。第15针结束，在最后1针上挑整个针目，钩织一个短针。第3排同样锁1针，翻转织物，在后半针上挑一根线，按顺序钩织16个短针。第16针结束，在鞋底的第3个针目上编织一个引拔针，在第4个针目上再编织一个引拔针。第4排继续锁1针，翻转织物，跳过起立针和2个引拔针，在短针上开始编织，挑后半针的一根线，按顺序钩织15个短针。第15针结束，在最后1针上挑整个针目，钩织一个短针。第5排首先锁1针，翻转织物，在后半针上挑一根线，按顺序钩织16个短针。第16针结束，在鞋底的第5个针目上编织一个引拔针，在第6个针目上再编织一个引拔针。后面的部分不再赘述，我们按照前面这2排的顺序循环编织。在鞋底空出的28个针目上进行引拔，钩织到第28排即可。第28排结束，后面继续编织鞋筒的前脸部分。第1排首先锁1针，翻转织物，挑后半针的一根线，按顺序钩织9个短针。第1排结束，
第二排继续锁一针，翻转织物，在后半针上挑一根线，按顺序钩织8个短针。第8针结束，在最后一针上挑整个针目，钩织一个短针。后面第3排至第8排针数不变，按照前面2排的方式编织即可。第8排结束，将线剪断，留出线段作为缝合用。接下来我们将织片的2个侧边拼接起来，在织物的边缘挑起整个针目，利用卷线缝合的方式拼接。鞋筒的部分完成之后，接下来我们钩织鞋面的部分。首先在鞋筒倒数第4排对应的针脚处重新起线，将线带出，编织1个锁针，在织片侧面的位置编织2个短针。在鞋底剩余的针目上挑内侧的一根线，按顺序钩织37个短针。第37针结束，在鞋筒另外一侧的针脚处再编织2个短针。最后断线，将线段隐藏到织物内。我们在鞋底的前半部分一共钩织41个短针，以这41针为基底编织鞋面的部分。首先在鞋头找到中轴线对应的这一针，由这一针开始，向右侧数出5个针目，在这里重新起线，将线钩出，编织1个锁针，然后按顺序编织10个短针。第10针结束，后面锁一针，翻转织物，跳过第1针，在第2针上编织1个短针，在第3个针目上增加1针，钩织2个短针，后面按顺序编织5个短针。5针结束，在下一个针目上编织2个短针，在最后一针上编织1个短针，在侧面剩余的针目上再编织2个短针。第2排结束，第3排换黑色线编织，将线带出，翻转织物。首先跳过第1针，在接下来的针目上编织12个短针。第12针结束，在侧面剩余的针目上编织2个短针。第4排首先锁一针，翻转织物，同样跳过第1针，在接下来的针目上编织13个短针。第13针结束，在侧面的针目上编织2个短针。第5排换回黄色线，将线带出，翻转织物。首先跳过第1针，在接下来的针目上编织14个短针。第14针结束，在侧面的针目上编织2个短针。第6排继续锁一针，翻转织物。首先跳过第1针，在接下来的针目上编织15个短针。第15针结束，在侧面的针目上编织2个短针。第7排换黑色线，将线带出，翻转织物，同样跳过第1针，在接下来的针目上编织16个短针。后面的部分不再赘述，按照前面的规律逐步加针，钩到第17排即可。
第17排结束，将线剪断，留出线段作为缝合用。接下来我们将斜面的边缘缝制到鞋筒上。鞋面与鞋筒的部分连接好之后，接下来我们在鞋身的边缘钩织鞋沿的部分。在鞋后跟中间的位置，找到第一圈引拔针剩余的半个针目，在这里重新起线，将线带出。对应边缘的每一个针目，各编织一个引拔针，环形编织一圈即可。第一圈引拔针完成之后，在第一个针目上继续螺旋编织，挑后半针的一根线，循环编织引拔针，一共钩织6圈即可。6圈引拔针完成之后，利用热熔胶将鞋沿粘合到鞋身上。接下来我们钩织翅膀的部分。首先锁边起针，然后编织9个锁针，接着返回倒数第2针，挑里衫的一根线，按顺序编织5个短针。5针结束，后面按顺序编织2个中长针。在第一个锁针上增加6针，钩织7个中长针。7针结束，转到另外一侧，后面按顺序编织2个中长针以及5个短针。第一圈结束，第2圈首先锁1针，在后半针上挑一根线，按顺序编织1圈引拔针。4个小翅膀完成之后，接下来我们编织头的部分。头的部分采用圈钩短针的方式，第一圈钩织8个短针，第2圈增加8针，钩织16个短针，第3圈至第6圈针数不变，各编织16个短针，第7圈减去8针，编织8个2针并1针。头的主体完成之后，我们利用黑色线编织触角的部分，将黑色的5股线拆分成3股线，在头部第4圈和第5圈之间的位置重新起线，将线带出，编织6个锁针。返回倒数第3针，编织一个中长针2针的枣形针。后面锁2针，在同一个位置编织一个引拔针。在剩余的锁针上编织3个引拔针。最后断线，将线隐藏到织物内。第一个触角完成之后，将织物翻转到背面，在相隔的第2个针脚处重新起线，按照相同的方法钩织第2个触角。触角的部分完成之后，在头部安装好眼睛和嘴巴，最后利用热熔胶将翅膀和头部固定到鞋身上。现在我们这款小蜜蜂婴儿鞋就完成了，2只脚的钩法相同。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